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丁家博。S12赛季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，相信绝大多数的玩家都关注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夏季赛。LPL 赛区的对抗是非常激烈的，排名靠前的几支队伍都已经确定了季后赛的名额，现在他们唯一要争夺的应该就是前2的排名。毕竟在常规赛拿到前2名之后，会获得季后赛的复活甲，大概率提升夺冠。就在昨天 ，GDG 战队和威武战队的比赛成为了很多玩家关注的焦点。作为目前来看的常规赛前2名，大家都觉得这2支战队会进行的非常精彩。没想到 GDG 战队竟然横扫了威武战队，上单369的纳尔也打出了很精彩的操作。赛后采访更是回应了之前的圣经，天湖开局惨遭翻盘。首场对局双方的阵容都比较常规，各自有后期大 C 存在，但 GDG 的后期能力更强一些。比赛刚刚开始，威武中下野4人联合入侵，1级的大乱斗击杀了 GDG 的双 C， 虽然没能抢下红 buff， 但这样的开局已经算是天胡了。但 Knawi 2级抓下的决策帮助 AD 击杀了屁皇，缓解了下路的压力。下路被击杀一次过后，强势组合对线没打出优势，甚至被希望哥吃到了塔皮。不过卡萨的节奏是很好的，配合 Rokin 击杀 Knawi 同时收获先锋。虽然卡萨疯狂带节奏，但下路还是崩盘了，对线遭双杀，同时被推掉了一血塔。后续双方团战各有来回，但25分钟的大龙威武完全溃败，后续被滚起雪球。GDG 一步步运营拿下比赛。而来到第2局比赛，369选择了一手纳尔对线瑞奇船长，或许是想让卡萨看一看自己纳尔的熟练度，但这番操作也遭到了卡萨的针对，仅4分钟就冲到上路收下3691血。随后第1条的小龙团威武大获全胜，德莱文砍下2个人头的同时收下小龙，又是一波天胡开局。后续卡萨继续针对369，越塔都要强杀。9分钟4-1人头比开局，德莱文还拿到2个头。按理说威武应该是大概率能拿下比赛的，但后续的团战阶段，前期优势的德莱文并没有打出该有的伤害，反而是多次被秒杀。不过威武一直保持经济领先，比赛转折点在17分钟河道团战，卡萨被先手秒杀，Roki 一拍3，队友跟不上输出，后续的团战也是多次溃败，威武再次痛失好局。连续2局威武前期都打出了很大的优势，但下路在拿到优势之后，虽然确实遭到 Knawi 针对，但给出的机会确实很多。尤其是第2局2-0开局的德莱文，连续阵亡打成2-2，确实有些对不起前期拿到的优势。当然 GDG 的阵容也很克制德莱文，而整个威武的沟通和决策都存在一些问题，尤其是团战犹犹豫豫，阵容经常脱节。赛后采访环节中，大家对于369的纳尔也是非常的关注，而他也是公开回应了之前的圣经，表示自己现在纳尔玩的还可以吧，甚至还调侃和卡萨之前出现过的圣经，我的纳尔追着他的盲僧应该挺好玩的。这场比赛结束之后，GDG 战队的信心肯定会大幅度提升。果然，红米教练的回归对于这个战队还是非常关键的。在这场比赛输掉之后，威武获得季后赛复活甲的概率降低了不少，因为后续还要面对 TES 和 RNG， 以这样的状态来说，想取胜是比较难的。而 GDG 目前仅剩下3场比赛，要面对的是 RNG、WBG 以及 AL。从对战威武的状态来看，虽然前期都是劣势，但 GDG 的团队协作真的很夸张，劣势局的处理细节非常到位，是 LPL 绝对的顶级强队。369作为一名不错的上单选手，在本赛季的状态和发挥真的太稳定了，赛场操作越来越出色。TS 战队选择放弃他，绝对是一个双赢的选择，不仅仅让369找到了合适自己的队伍，同时也让 TS 战队的成绩有了很大的提升。现在有点期待 LPL 赛区之后的对决了，到底谁才能够拿到常规赛第1呢？ LOL 最近4年的世界赛中， LPL 除了 S10 的全球总决赛没能拿下冠军之外，
包揽了其他所有的 MSI、MSC 和 S 赛冠军。可以说这是 LPL 最好的时代，但同时也是 LCK 最差的时代。今年 RNG 再次在 MSI 上夺冠，这给 LCK 带来了巨大的打击。尽管 LPL 赛区未能在去年年底引入顶级韩援，但依然得到了类似 Rich、Sarment 这样实力不俗的韩援，也让 LCK 赛区比较头疼。最近 LCK 官方突然公布了一个重磅消息，一开始给出的消息是这样的：在转会期开始之前，各大战队都可以指定一个即将合同到期的职业选手，在转会期开始之前就进行提前协商，让选手更早的决定自己要去哪支战队。可以说，为了击败 LPL、LCK 已经疯了。这个制度分为3个阶段，首先是原战队提供一个年薪的提案，然后给予其他队伍提案的时间，最后在提案结束后，原战队进行最终协商，选手做出决定。如果选手想要转会到其他赛区，则其他赛区的这支队伍需要在转会费的基础上支付额外款项。言下之意就是，想要从 LCK 抢到顶级选手得加钱。LCK 随后对制度进行了一些详细的解释，坦言引入这个制度的原因就是要加强 LCK 的竞争力，让 LCK 的队伍比其他赛区队伍更容易签约选手。转会费方面 ，LCK 表示说，在内部设定了一个转会费计算的方案，和缴税类似，以大名单为参考标准，设定6个区间，根据合同年薪的累退计算方式进行计算。举例来说，如果最后签约费15亿，超过前一个区间的100%、80%、60%的综合为转会费，海外队伍增加20%。LCK 给出的这个计算方式，目前还不太清楚其计算原理，但可以肯定的是 ，LCK 的这个方案会让老东家队伍在争夺选手的时候占据巨大优势，因为其他队伍要支付大量的转会费，海外队伍还要再加20%。之后 ，LCK 的相关人员还解释说，培养权制度不是强制的，选手在和最初队伍签约的时候，将为其提供一个培养权同意书，不同意的话，可以在没有培养权制度的情况下与队伍签约。LCK 官方人员解释的很多内容，都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。现在不清楚战队指定一个选手的这个是否是硬性的。总之 ，LCK 的确是在行动了。LCK 也表示说 ，LCS 和 LPL 已经签约了这个制度的相关合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制度 LCK 官方并没有和选手具体说明，是和战队说明之后就直接发布了。选手方面将自动成为受害者，也就是说 LCK 那边的韩权其实是在通过限制选手的方式来避免 LCK 选手的大量转会与人才流失，这一点必然会引发争议。选手的权益由谁来保障？选手被一支战队锁死，意味着他们很难得到更好的待遇，或者去到更多的队伍实现冠军梦。阿博认为，去年 LCK 能够留住大量顶级的选手，其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尤其在钱的这一块，为了能和海外战队的队伍竞争 ，LCK 投注了大量的资金。但是 LCK 是不能长时间投注大量资金的。去年转会期可能能拿得出钱，但今年、明年年底就不太好说了。SKT 的冠军辅助 Wolf 之前就说过 ，LCK 俱乐部背后的金主坚持不了太久。如今 LCK 成绩还是不好，那么为了能够避免变得更差，或者说想要尽早拿回一个冠军， LCK 思前想后，决定搞出了这么一个制度出来。LPL 肯定是会受到影响，但是从过去2年来看， LPL 联赛是可以接受无法引入顶级韩援的事实的，反而大家都在 LCK 挖掘新人，去青训体系挖人，甚至去签约 LCK 不要的选手，还能打出好的效果。阿博认为 LCK 想要真正崛起，得需要有一批又一批好的新人出来才行，而且俱乐部得摒弃一些培养选手的理念，培养能够让新人崛起的土壤，这样未来才能真正变强。